今天来做《鬼灭之刃》里面富冈义勇最喜欢吃的萝卜鲑鱼吧。欢迎收看克里斯探索，我是 Chris。萝卜鲑鱼主要是由白萝卜跟鲑鱼组成，没有特定的做法。说到底就是一道很平常的家常菜，只是大部分都是以炖煮的方式呈现。虽然带骨带皮的鲑鱼可以熬出浓厚的鱼汤，但我这一次选择用昆布还有柴鱼，搭配上酱油做一个琥珀色的清汤，味道干净清爽，用来衬托义勇的内敛与真诚。没有买昆布也没关系哦，直接拿昆布粉来用，没有人会笑你。处理昆布到底还是有点麻烦，你必须小心控制温度，避免汤色混浊。而且用昆布粉做的汤还比较甘甜，可能萃取的比较纯粹吧。要不然海带芽也是一种选择，只是风味较清淡罢了。唯独柴鱼片就不要用柴鱼精来取代，风味不清爽，爽不起来。最后再用小豆苗点缀收工。为什么不用葱花？因为最近葱太贵啦。昆布泡水就不用多说了哦，干货都得先泡水，尤其煮昆布汤温度不宜太高，所以得先泡水让昆布完整伸展开来。大约10到20分钟，拿起来看看，柔软而且摸一摸表面滑滑的，这是来自昆布的胶类物质，这种状态就可以上炉台了。开大火快速煮滚，昆布最忌滚水烹煮，所以我们得在水完全滚起来那一刻，马上关火，盖上盖子，大约焖20分钟，让昆布在波动平静且高温的环境下释放出味道。好，时间到。把昆布夹起来，这些昆布不要丢哦，切成细丝炒一炒可以当小菜。开火把昆布汤再次煮滚，可以看见表面浮出许多泡沫，这些泡沫是来自昆布的蛋白质还有杂质，我们得撇除掉浮沫。这是一道诉求精致清爽的高汤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杂质，得捞除掉。接着关火，加上一个网子，下一大把柴鱼片。柴鱼片一样得用浸泡的方式哦，毕竟它很薄，很快就释放出味道了。大约10分钟把柴鱼片捞起来就完成了。好了，这就是你们一般常见的昆布柴鱼高汤。正确提炼味道的话，本身就有甘甜味哦。到这边你可以决定怎么使用，像我今天要做酱油风味就加酱油，如果你喜欢味噌，就在这个时候下味噌。萝卜皮其实很厚，从切面就可以很容易看得到交界处，甚至界限以下还能看得到很粗的纹理。这一层萝卜皮通常也比较具有辛辣味，这种辣味来自芥子油甘，本质上跟芥末是一样的。所以如果想做炖萝卜这一类的料理，就得把这一层皮完整的去除掉，这样子炖出来的萝卜才会细致优雅。如果你不能像我这样子一次取下一整片的话，放在砧板上一片一片削也是可以。好啦，全部的萝卜皮都取下来了，这些量看起来很可观哦。第一次做的人可能觉得这样子很浪费，但这其实都可以再利用。加入一大匙盐巴，多一点没关系哦，没有撒平均的地方抓一抓就好。充分抓揉，让每个角落都吃到盐。好啦，就这样子放在旁边慢慢脱水，等一下再来处理。卤萝卜的厚度你可以抓大概3公分，大约是1个指节宽的厚度。如果你想缩短时间，就再切薄一点。细节来了，刚削好的萝卜切面边缘都会呈现大约90度的棱角，这样子全部丢在一起卤，难免会磕碰受伤，导致整个萝卜坑坑巴巴的，就像刚出社会的你各位一样啊。所以下锅前我们得先把这些棱角去除掉，用削皮刀像这样子削一圈，反过来再削一圈。好啦，这样子萝卜就变得圆滑多了。许多讲究的关东煮都会这样子处理，或者你想练刀工，用主厨刀削起来比较漂亮。好了，去除掉棱角的萝卜是不是变得更圆滑漂亮了呢？这一步我们叫社会化，是投入职场后的必修课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是什么磨去你的棱角呢？削下来的棱角不要丢掉哦，那也是你不是吃萝卜的一部分。下次炒菜煮汤丢进去煮就好。要去除掉白萝卜呛辣的味道，首先得经过水煮，同时再下点白米。大部分不愉悦的味道都可以利用白米去除掉，譬如之前提过了竹笋的苦味，都可以被白米释放出来的淀粉吸附。也就是说，洗米水更适合哦，不用怕米粒煮烂变成粥混进去。
看吧，去除掉棱角后的萝卜是不是相处起来更融洽了呢？不过这还没完呢，继续调制酱油风味的高汤，酱油10cc， 味淋10cc。记得这个时候下的酱油味淋不是给你增加咸度的哦，我们只是需要它的风味而已。适合过有尝出酱油的风味就好，咸度则由盐来决定，尝出有咸味就好。最后再下30cc 的清酒，开大火煮滚，汤滚了就可以关火了。萝卜大约煮10分钟后捞起来，煮萝卜的水要留着哦，待会还有用途。捞起来的萝卜过个清水，把表面的淀粉去除掉。盘子也记得冲一下哦，我不希望我的汤混入太多的杂质。最后再把萝卜放进高汤里面炖煮，小心的整理好，让萝卜都有浸泡到高汤。好了，盖上盖子，煮滚后转小火慢慢炖15分钟，让萝卜入味。用汤针扎一下，此刻萝卜已经非常透了哦。接下来就轮到鲑鱼了，把刚刚煮萝卜的白米水再次煮滚。鲑鱼的中间有骨头，我们选择左边或右边下刀对开。下刀一定会顶到鱼刺，没关系，用点力断开就好。唯一要注意的是顶部的地方，这些是连结被起的短刺，范围不大，延伸到这块白白的三角形而已。我们沿着交界处慢慢下刀，把它去除掉，到皮的地方就会明显的分离，断开它。另一边也是哦，再把这2条肉1开4切成小块就好。好了。但这时候还不能直接进高汤炖煮哦，在刚刚的白米水里面倒点清酒帮助去腥。下鲑鱼，这种切片贩售的鱼类，因为切面会率先氧化产生腥味，所以我们进高汤之前得先烫过，除非你是要煎或炸，那就没关系。大约烫10秒就赶快捞起来了。一样过清水把表面的淀粉洗掉，再捞起来。所以刚刚穿汤的动作不能太久哦，不然鱼肉熟了，这样子捞来捞去就会碎掉了。好了，终于可以进高汤了。记得下锅的时机点要在高汤煮滚关火那一刻哦，不然就是转小火保温等鲑鱼好。等鲑鱼摆放好位置，确认都有泡到高汤，关火，盖上盖子泡5分钟就好了。没错，鲑鱼要用泡熟的，煮滚肉就柴了啊。好了，时间到，看吧，汤色维持原本清澈的琥珀色，而且鲑鱼熟了，外表也完好无损。大约静置了1个小时左右，萝卜皮已经完全脱水软化了。把它们全部摊开，放在网架上阴干，放在室内通风处阴干就可以了。像我都放抽油烟机上面，这样除了低头以外，整根萝卜就零浪费了，发挥我的客家精神。晾干后也是一种萝卜干哦，而且我不是为了拍节目才做，我可是平常就在实践呢。把它们泡发后，就是一种薄薄的萝卜干。下次我再用它来做料理吧。小心的将萝卜还有鲑鱼夹进碗里。注入灵魂，摆上小豆苗还有海带芽点缀。好，出餐。好啦，义勇先生最喜欢的萝卜鲑鱼完成。我认为这道料理完全体现富冈义勇的人格特性。萝卜细心处理，去除杂味，炖煮出甜味也维持完整，映照他不善言辞却真诚温厚。清澈的汤头蕴含昆布柴鱼的底蕴，正如义勇的沉默寡言，内心却有坚实的信念。鲑鱼用浸泡的方式慢慢熟成，保持最佳原味与口感，对应出它的冷静与克制。看看这萝卜，哎呦，好嫩，完全入味了，恭喜你融入社会。还想看什么动漫料理呢？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吧。